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香港国安抓捕黎智英，举世震惊，抓捕还在进行啊。那么今天就讲香港问题啊，香港现在局势突变，局势突变的原因是因为8月10号啊，当地时间8月10号上午。香港国安处叫国安处突然采取拘捕行动，以涉嫌违反这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拘捕一媒体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和他的2个儿子，还有一些这个一传媒的高层，总共涉案是7个人。那么最新的消息，抓捕没有停止。抓捕还继续发生。那么香港众志的成员叫周庭啊，周庭也是违反这个国安法被捕。那么周庭是香港众志的其中一个核心成员。那么另外2个成员，一个是黄之锋，一个是罗冠聪啊。罗冠聪现在是流亡海外，那么黄之锋现在还在香港。黄之锋现在被高度关注，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说啊，就是实施港版国安法最先抓的人可能就是黄之锋，但现在呢就没有先抓黄之锋，先抓的是谁？先抓的是这个黎智英啊，然后是周庭，可能因为黄之锋的知名度太高。那么先说啊，把新闻说完。那么最新的消息啊，就是香港国安抓了周庭，还抓了另外2个人，一个是民间组织叫香港故事的成员，叫李宇轩啊，他的罪名是涉嫌洗黑钱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还有一个叫学民思潮是一个学运组织啊，跟这个是这个跟这个众志啊，香港众志他们是有一个关系的啊。学民思潮的这个前成员叫李宗泽，罪名也是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啊。那么今天上午的情况是什么呢？今天上午的情况就是这个7点钟啊，那这个国安处的人就去黎智英的住宅把黎智英带走，同时呢，黎智英的2个儿子啊也直接去他们的住宅把他们带走。到了上午10点钟，那么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率领200名警员啊到这个将军澳苹果日报的大楼进行搜查，而且把这个大楼封锁。那么这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啊，相当恐怖啊！因为我们在香港当记者这么多年，说警察去一个报社进行全面搜查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也没见过哪个国家，正常的国家，当然是民主国家啊，发生过类似这种事情，说警察包围一个报社进行搜查，没这回事啊。我就大概的说一下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啊被捕的几个情况，罪名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还有一个是叫串谋诈骗，还有是煽动啊，这3个罪名。然后是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财务总监周达全，罪名是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串谋诈骗。然后是一传媒集团执行董事张建宏，串谋诈骗。一传媒行政总监黄伟强，串谋诈骗。一传媒动画总经理吴达光，串谋诈骗。这个黎智英的长子黎建恩串谋诈骗，黎智英的次子黎耀恩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这是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警方第一次啊，就是国安处第一次
以这个国安法搜查新闻媒体。那么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叫杨建新啊，杨建新他说当局随意界定随便界定影响国家安全的定义啊，这个非常的震惊和恐怖。他说从事新闻业几十年，从来没见过，我也没见过啊，从来没想到啊，新闻媒体、新闻机构会发生这种事情。他说这是可悲的事情，任何地方重视媒体都不会搜查传媒机构，这是践踏新闻自由，给记者白色恐怖啊，给记者一个白色恐怖。那么香港市民是怎么回应的呢？香港市民回应是两个回应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把香港的所有的苹果日报买光啊，买光，然后告诉苹果日报的员工说，你们明天就算是出一沓白纸，我们也把它买光啊，这是第一个香港市民的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苹果日报的这个一传媒这个股价中间涨了3倍，就香港的投资者去买这个一传媒的这个股票，曾经暴涨3倍，这就是香港人啊，这是香港人。然后我在这里呢，我就利用这个平台呼吁大家啊，就有条件有能力的人，尽量的去订阅苹果日报，或者是订网上苹果，最好是去订网上苹果，因为很多海外的网友可以订，或者是国内的网友都可以啊，订，有条件就去做这件事情，支持苹果，支持一传媒，让他们生存下去，让他们保留在香港唯一能够为香港市民发声的报纸啊。说一下回应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尔办公室发言人啊，回应说，我们呼吁当局检讨这些案件，以确保逮捕行为不会影响人民行使国际人权法和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啊。那么我们再次呼吁当局监督并检讨国安法的实施情况，如果有必要应加以修正，以确保这项法律不会被滥用于限制国际法和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权。英国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部长在推特上说，我们对黎智英和其他6个人在香港被捕深感忧虑，媒体自由应当受到维护。现在有更多的证据显示，国安法被当成让反对派闭嘴的借口啊。那彭定康说了一句最狠的话，他说抓捕黎智英是迄今为止对香港新闻界最令人发指的攻击啊，最令人发指的攻击。这个新闻肯定是毫无疑问，从昨天到现在啊，整个的都在刷屏啊，各个媒体，什么 CNN 啊、BBC 啊、卫报啊、纽约时报啊、Bloomberg 啊，都是网站头条啊。那推特上面就不用讲了，推特上面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刷屏啊。卫报说，今天是香港新闻自由正式死亡的一天 ，The day press freedom officially died 啊。然后报道说，黎智英因国安法被捕，虽然不意外，但依然令人震惊。警方搜查苹果日报的行动明显是国安法实施后针对苹果作为全港最大规模支持民主派媒体的升级打压。有很多BBC 啊、纽约时报都在说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就整个的全球媒体非常的震动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港版国安法出来之后，其实所有人都会有预期预期什么？预期中共在香港会大开杀戒。那么
而且主要的目标就几个人啊，一个是黎智英，一个是李柱铭啊。黎智英是公开的挑战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媒体老板啊。当然，他其实过去几年他非常的积极的走在抗争的第一线，他非常积极。72岁的人，他很有钱，他完全可以走掉，但是他没有，他说我要留下来。他说我赤手空拳来香港，我现在有的一切都香港给我的，所以我要留下来保卫他。他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不走啊，我不走。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劝他走，所有人都在劝他走，他就是不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人物。这是第一个，黎智英，所以抓黎智英为什么举世震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很多的场合啊，他利用他的身份，在很多的场合为香港发声，所以他变成一个符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李柱铭是从中英谈判开始啊，他是中英谈判的其中一个成员啊，就是说基本法起草啊，他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啊。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为香港人争取权益，他是个大律师啊。那么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所以他是香港民主政治啊，香港民主派的一个标杆人物，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人啊。这是第二个啊，这是传统的民主派。还有一个就是黄之锋、罗冠聪跟周庭。这三个人其实是代表了新一代民主派，就是从街头从学民思潮开始，就是反抗洗脑运动，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了反送中，然后到港版国安法，这一票年轻的抗争者也是一个标志。其实有3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罗冠聪远走他乡啊，走国际线，其实罗冠聪走国际线走得非常的棒。然后留在香港的一个是周庭，一个是黄之锋。那么黄之锋坐完牢，就是叫什么港版反送中的时候，黄之锋被判刑，然后坐了牢。坐牢出来以后他也在香港做很多推广的工作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香港人在反抗的过程当中，他们很重视3件事。第一件是团结，这是第一件。所以你看香港的抗争没有分裂，就是反对暴力，不赞成暴力。何理非和这个勇武派他们完全和平相处，非常团结。这个特区政府用尽手段都没办法让香港人分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非常注重什么策略，把香港内部的事情跟外部的事情抓得联系的非常紧密，就是非常懂得策略。所以我经常讲，对于香港人的抗争，我们在外面的人支持就好，不要指手画脚，他们比我们懂。这是第2条。第3条，非常注重推广和宣传，让全世界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事情。这件事情做得比谁都好，这非常的厉害。这一点是让这个中美最后在香港发生激烈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港版国安法实施1个月，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啊？就是今天其实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第一件事情就抓人啊，抓了15个人，15个人包括黎智英，其实上次已经抓过了，抓了一轮，7月初抓了黎智英，抓了李柱铭，抓了15个泛民的这个成员啊。那么告他们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当中，这个组织非法游行等等啊，这个案件现在还在审理，这是第一件事。第2件事情，抓了4名学运领袖啊，学运成员吧啊，就是他们这个学运组织叫学生动员，4个人，
就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一次抓人，就这个啊，就这一次啊。那么这个4名成员，一个叫钟汉林、何希诺、何诺恒、陈卫贤，抓了这4个人。那么告他们什么呢？告他们这个组织策划实施这个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行为，煽动，还有资助其他人啊等等。这是第一次抓人。然后跟着取消1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选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就 DQ 了12个民主派。第4，推迟立法会选举1年时间，这第4。第5，就碰到了什么？碰到了美国制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高官11个人，把他们放到这个 SDN 的制裁名单，进行第1类的制裁啊，这是第5。第6，就今天发生的事情，以港版国安法抓捕黎智英父子，这个传媒高层，还有周庭和另外2个人啊，另外2个这个学运的人士啊。你可以把这次的大规模的抓捕行动看成是一次国安行动，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就持续抓捕的一个构成。你也可以看作什么呢？把这次行动看成是中国针对美国制裁中港高官的一个报复行动，这2个都可以啊，我觉得都有这个含义啊。这个反映出什么呢？这个行动反映出很有习近平的风格啊，习近平的风格就是什么呢？横，这个行为非常横，硬就是直接就抓，硬强硬，非常蛮横，非常强硬。第3，蛮，你在这个时候做这个行动非常的蛮，就是蛮横啊，蛮。第4，蠢，就是你想一下，这件事情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后面分析为什么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也反映了2条。第1条，这个美国对11名高官的制裁非常准，打到了痛处，这是第1条。第2条，我们从这个行动也能看出来，中方其实的退路也不多。就是他们把自己放到了悬崖边上，就他也不能退。他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底线思维，他觉得他自己不能退，就是他也没有退路，就这2条。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方还有一个报复，什么报复？中国外交部下午开记者会啊，例行的记者会，然后对这个美国制裁11名高官进行反制。这个赵立坚又出来了啊，这个大家记得吧？这个换脸，这个又换回来了，这张脸又回来了，这张就是流氓像的脸又回来了啊，流氓像的，因为什么？要唱黑脸了。要唱黑脸啊，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红脸啊，唱红脸，一个唱黑脸，黑脸出来了，赵立坚出来了，然后他就对等制裁11名美国议员和智库 NGO 的负责人。赵立坚没有说明怎么制裁，就说他说我们制裁这11个人，这11个人很过分啊，这个很恶劣，所以我们要制裁这11个人，对等制裁，而且要立即执行。但是他不说怎么制裁啊，他不知道怎么。这11个人里面有6个人是美国国会议员，那么是卢比奥啊，这个卢比奥、克鲁兹这2个人肯定是中国最恨的2个议员了啊，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霍利你看这是3个人啊。Colton 也是很恨的。Toomey 还有一个这是5个。参议员1个众议员，众议员是 Chris Smith 啊，这几个应该是中国最恨的人了啊。这几个法案跟他们都有关系啊，针对香港、台湾、新疆
西藏啊，这些法案都跟这些议员都是这些，包括疫情啊等等。那么另外5个人呢是美国智库和 NGO 的负责人，一个是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一个叫葛旭曼 Carl Judgman， 还有一个是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会长Mitchell 啊，然后是国际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一个国际共和党研究会的 Training 一个是人权观察执行主任Ruth， 还有一个是自由之家的主席 Mike Abramos 就这几个但是这个名单很有意思你看哈，美国制裁中国全是官员，全是高官，还有个政协副主席就是港澳办主任，他是政协副主席，属于副国级，级别非常高，在中国很有权，全是中国的权力核心的人物包括香港那么但是中国制裁美国呢，没有一个官员，是议员，然后是智库，然后是 NGO 的负责人，没有一个官员。说对等制裁，这根本不对等，完全不对等。如果你真的要对等制裁，应该制裁谁？白宫团队排第一的应该是你。如果不制裁美国总统川普，那你至少要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吧，安全顾问吧，这些排名前面，至少在前一个发表演讲的人是制裁，没有一个都没有说明什么？第一，我觉得他还是想留有余地吧，就是我制裁你打了我得打一下回去吧，不打一下我这面子放哪搁打一下，但是又不想照着要害打，我就打一下你的手咯，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想留有余地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是更担心，如果他针对白宫的话，我觉得他会担心白宫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这是他为什么就全部都是议员跟这些 NGO 来拿事儿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他根本没有制裁措施嘛，他只是点个名骂一下而已，嘴巴上痛快一下。你想想看，美国冻结你的财产这个签证然后这个金融制裁，很难过的，非常痛苦的。特别是那些在香港的，在国内的那些中国的高官，你说我不出去也就算了，但问题是香港这些高官就很痛苦的那么实际上差距还是，就是我们还是你从这件事情还是能够看出这个叫什么？你能看出这个双方的实力的悬殊那么还可以看出什么？我最近收到一个 email， 是这个微软更改服务协议的一个 email， 我收到的那么其实这个 email 很厉害，什么叫很厉害？你想一下，你翻过来想一下，如果真的制裁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腾讯是没办法用微软的软件了吧？理论上是这样吧。所以微软为什么要更改服务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针对这些进行更改服务协议。我们把这事情往深的想一下，全世界的数据库都是谁在管理？甲骨文吧。你想一下，哪个管理不用数据库不用平台管理那数据库甲骨文如果也做这个动作的话，那你什么电厂电网什么发电站什么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如果你服务器没有了，你后果是什么？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想一下，中美之间的对抗如果没有底线，你说中国可以进行超限战，千万不要超限战。我经常在网上看见有些网友
特别是那些五毛说我们有超限战，我们用超限战对付你，你要用超限战对付美国的话，你就死得更难看。你把这些把微软断掉，就是把这叫什么甲骨文的这个服务器的软件断掉，你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整个的国家就瘫痪了，还什么防火墙不防火墙？好吧，继续，我们继续，新闻还有很多，我们讲完没讲完？我们接着看一下西方国家的反应是什么。昨天的新闻，我看很多人都没有报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新闻。昨天这个8月9号，五眼联盟发表声明，我把这个声明给大家读一遍，不长，非常短。我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的外交部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发表的声明啊，对香港政府不公正的取消候选人资格以及不适当的推迟立法会选举感到严重关切。这些举动破坏了民主进程，民主进程对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我们对北京实施国家安全法深表关切，该法正在侵蚀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支持香港人通过真正自由、公平、可信的选举来选举立法会议员。我们呼吁香港政府恢复丧失资格的候选人的资格，使立法会选举能够在行使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是基本法规定的。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登记在册，向香港人民承诺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应当享有自治和自由，这些承诺必须兑现。我们敦促香港政府尽快举行选举。他英文最后是这么说 ：We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hold the ele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这是什么？这叫最后通牒，这是最后通牒。五眼联盟已经行动起来了，对香港的局势采取行动了，这是最后通牒。这个香港国安处的抓捕行动会加速惩罚和制裁的来临，我认为是这样。下一阶段，五眼联盟会采取联合行动，对香港的制裁会采取联合行动。那么我们看看香港的局势啊，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很习惯什么呢？习惯对人民滥用权力啊，他在国内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服为止。但是在香港这个场景当中，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会在这里遭遇失败和痛苦。那么香港现在的局势是什么？第一，现在就开始正式进入交战交火状态，就是我们叫如果打仗用打仗的术语的，这接战了，双方已经接触开始打枪了，这是第一个。接战了就不应该会停下来，因为双方开始投入人力了，投入战斗了，双方已经开始投入战斗了，那就要打下去，打出结果来，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局势是一个这样的局势，就是进入一个接战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不想干，现在就会停，就是无论是中方也好，无论是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也好，这个时候如果不想打，这个时候就会停下来。那你可以看啊，那个五眼联盟的声明是发生在星期六发生在星期天。那么这个时间正好是什么？正好是声明出来过了一段时间，香港开始抓人它有个时差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不想干，这个时候会停下来。那么所以你看五眼联盟的声明在前面，香港开始抓人在后面香港抓人在，所以现在是关键的时候。
关键时候什么意思？现在就要看对峙的双方、对冲突的双方，一个是中方，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或者是西方其他国家，他们的决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决心？这个时候就是关键时候，就可以看他们的决心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看川普总统这个时候到底他有没有下决心？他之前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忽悠大家？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啊，第三条，中国这个时候选择在香港抓人，他肯定是瞄着什么呢？瞄着15号的中美经贸磋商，就是刘鹤和努姆辛和这个莱特希泽他们的见面，因为8月15号他们已经约好了要见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动手，肯定是在这件事情上先动手。这一动手呢，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就真的要下决心。就他们如果没下决心，他在这件事情上就会按下不表，等这个谈完之后，那么再来处理。那么中国又顺利的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在香港议题当中的策略大部分都是这样，大部分在香港议题的策略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完成他的动作的。那么这次也是一样，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看什么？看川普总统这次他到底是不是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啊？那么从大趋势上来看，我觉得川普总统这次不会退，跟之前不一样啊，跟之前有不同。我觉得他后面的这个团队应该会非常激烈的要求川普总统出手啊！我觉得他的幕僚应该现在在挑灯夜战，说服川普啊。那香港的局势现在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经常总结的一条是什么？总结的一条就是在香港议题当中，最能考验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他到底想干嘛？其实在香港议题当中反映的最明显。之前制裁这个11名高官，那也是等了很久，不容易，出来不容易。那么在这个议题上面，后续的发展我们继续观察，好吧？其实还有两个事情，我也要顺便讲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见了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时刻的会面啊。那么与此同时，就是昨天的上午啊，今天上午，蔡英文总统见了阿扎，然后今天上午，中国大陆的战机飞过台湾中线，有歼11、歼10啊，然后台湾空军驱离啊，所以我们之前的一个议题是，题目是这个阿扎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飞到台湾啊，和蔡英文总统见面，然后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里根号在这个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个东海，应该是东海吧，东海的海域在那游弋啊，遥相呼应。你看，这个你看见没有？中国大陆的战机就飞过台湾海峡中线了，说明什么？说明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来的一点都不过分啊，那真的是有针对性的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人大常委会开会，就是人大常委会的第21次会议开第2次全体会议啊。这全体会议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特区政府推迟这个立法会选举1年时间，那么实际上是需要人大常委会去释法。那么人大常委会释法，它应该在会议程序当中公布出来。说我们这次会议有一个议程，就是对基本法进行释法，可是它的议程又没有说
啊，他的这个会议议程没有讲啊，没有讲。所以我一直在讲，中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程序正义。一个国家的运行，它是按照一个既定的程序去运行的，所以程序正义非常重要。程序正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特征完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程序正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通常就是一个独裁国家，就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不受任何的约束，就是执政者或者当权者可以胡作非为，因为程序其实是限制违反制度的人。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完全没有程序正义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个乱来的国家。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人。你可以在他的国家制度里面看不到一个持续的恒定的国家制度，就这个原因啊。好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香港局势突变，香港这个国安处啊抓捕这个黎智英和他的儿子，还有这个壹传媒的高层。同时抓捕了这个香港众志的前成员周庭和另外2名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2点。第一点，他们在报复美国制裁这个中港的高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啊，中国在香港进行大规模抓捕的其中一个部分，好吧？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好像我们点赞今天不太多，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我们今天尽量的提高一点沟通效率，因为今天这个议题大家都很关注。那么也有一些我刚才看到也有一些这个很不错的观点啊，我尽量多读一点啊，多分享一点东西出来，好吧 ？OK， 明谢一下984 degree， 谢谢。Good evening, sir. Buy you an Indian Piyush 啊 ，OK， 谢谢。Sophie 萌，谢谢。李世宏，谢谢。李晨，谢谢。Ada 梁，谢谢。金盛细腻萨格尔王，谢谢。请在华人给自己州的议员写信、打电话，要求他们关注香港局势。州议员联系方式网上可以查，非常好的建议，请大家。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啊，美国的网友尽量的去上网查一下你们的州议员，甚至可以写信给你们的州长啊，让他们关注香港局势，因为这些人关注香港局势会对香港政府形成压力啊。Jack Law， 谢谢。近100年来，香港历经磨难，但是港人都顽强生存，并让它成为亚洲独一无二的明珠，能成为香港人非常自豪。坚信荣光永归香港，谢谢啊。好，我在这里也讲2句啊。第一点，我非常敬佩黎智英啊，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啊。同时，我也非常敬佩那些默默无闻，就是完全大家不知道名字的香港的抗争者，有相当多的这些抗争者。在这场抗争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我们不知道，连他名字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有一大票这些人在后面的努力，香港的抗争，香港的这场抗争运动才能持续到现在，而且有声有色，而且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支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关注黎智英啊，这些就是聚光灯下的这些名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这些就是完全不知道，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些
这些无名者啊，他们才是付出代价最大的人啊，所以请大家留意啊，关注啊。观点：羡慕香港人的团结，也由衷的钦佩。是的，观点：香港人买报纸、买股票的行动是关键性的新闻，显示出汉贼不两立、正义力量的凝聚是未来的希望。是的，观点：以前看这种新闻无感，看了王老师大半年的节目，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心痛。是的，就是我们开始有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产生同理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对它开始了解。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开始了解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跟你发生了联系啊，所以当你发生联系之后，你才会产生同理心。所以我们经常讲什么？我们对待外部的世界保持好奇心，因为你只有保持好奇心，你才会有动力去了解它。你了解它之后，你才能跟它发生联系。你发生联系之后，你才能成为它的一个构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行为。这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特别是海外华人，就是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觉得你要保持好奇心，保持接触，保持理解，然后你才能变成它的一个构成。这是一个过程啊。观点：我看到股价上涨的地图线，我觉得香港才是有人情味的地方。香港人群相互有认同感。再看我朝悲哀，我们人吃人。情况：消息一出来，群组的香港朋友立刻买苹果股票，还问大家有没有订阅苹果。看不懂的中文的朋友可以去订阅，也去订阅了苹果。观点：此时的香港和当年清廷四处抓捕革命党人有什么区别？末世景象。观点：现在有点明白林郑小儿子为什么紧急悄悄回港，做坏事之前先确保自己是安全的。观点：说啥国安法抓间谍，到现在只见抓了异议人士，不见抓出任何一个间谍来。提问：王老师，香港国安抓捕这么多人，做人质是否拿来跟美国讲述？怎么讲述？香港其实还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啊，就是虽然这个黎智英被抓，但是他还是要经过法庭程序的，他也不能够说放就放，所以讲述没有意义。其实说拿这些人抓来做人质这件事情，其实呢，在香港呢，就是把周庭抓了，把黎智英抓了。他们抓了他之后，他们也只能把他放到这个司法程序里面走程序，所以这跟国内不一样。国内把你抓了，我2年我都不判，我连审都不审，可以啊，在中国是可以的，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那些人就能够成为人质。但是你在香港不同，香港你把这个黎智英抓了，那你要告他啊，然后告他有个走法庭。那这是一个程序来的，所以进入这个程序之后，你也不能够说我说放就放了他，也不行啊，除非你说我不告了，那不告你当初抓他干什么？这不自己打自己脸。所以这跟在当年这个抓这个香港，就是在中国当年就是江泽民时代跟这个 Clinton 就是玩这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就把这些异议人士，国内的异议人士抓起来，然后那个要来访问之前再放几个，就是这么，这就是真正人质。但是在香港这件事情走不通。观点：打楼上，共产党就是在抓肉票，然后跟全世界讨价还价，龌龊至极。这不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就是如果你了解香港的这个司法制度啊，你说我香港现在法律已经死掉了，法律是已经死掉了，但是它程序还在
香港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崩溃的原因就是英国在香港建立的这一套体系非常仍然现在保持完整。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港版国安法在破坏香港的司法体系，就算是他在破坏这个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仍然正在运转，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是说他们想把这件事情全部摧毁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观点希望这批入狱的港人在监狱里能够得到相对健康的食物，而不是发霉的食物，大量的黄曲霉素会诱发肝癌，杀人于无形。这个还没有听说啊。黄之锋从监狱里出来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情况。这个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正常的现在这些运转仍然是正常，这个我不觉得有问题。有问题是什么？有问题是上面出了问题，就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它传导到下面是需要些时间的啊。大家还是不要用国内的这个思维来想发生在香港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讲什么？我经常讲，在国内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来自中国大陆的啊，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我们尽量的多观察，尽量多观察，不要给建议，不要给香港人提建议。为什么？因为你真不了解香港。他们有一套他们行之有效的方式，我们在旁边加油鼓掌就行，这就好了，就非常的棒。就是大家能够订一份苹果啊，上网去订一份苹果，然后转发推特，然后给你的议员写信，能做这些事情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出主意这事情我就别干啊，这个因为真的是不了解。包括我就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我有些是香港的事情我也尽量的不说话，我只是在后面鼓掌加油，摇旗呐喊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身处其间，也许我们的某些建议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尽量的少给他麻烦，多给他支持就好。你说呢？好不好？观点包子心态，我干不了台湾，我还干不了香港吗？这次基本上就是为了美国卫生部长访问台湾出口恶气。实际上你现在来看，我都说中美对抗实力悬殊，就算实际上在中国你没有东西能拿到美国，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美国？你说我不出口口罩，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有别的可以对付美国的吗？没有啊。美国要是对付中国，那实在是办法太多了。不说别的，就跑到去台湾，带着大家一去台湾建交，你怎么办？多了去了，所以实力悬殊啊。就说胡锡进说，你敢跟我断交不？你敢跟我这个，有本事你跟台湾建交试试？你还想怎么样？我去跟台湾建交就去建交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跟我打仗吗？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个什么我们基本的态势，两国对峙，两国对抗，我们要先看清楚这个态势是怎样。就像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其实这个偷袭一开始，其实山本五十六已经知道他们将面临失败的局面。为什么？他一艘航母都没炸掉，炸了半天，航母没炸掉，然后在珍珠港有一个整个太平洋舰队最庞大的油库，它都没炸。你说这个偷袭珍珠港，这个偷袭来干什么？就炸了几艘军舰，这脑子都进水了。就是前线这个指挥这件事情的人都不行。你说看，其实日本人已经够能打的了，他偷袭珍珠港，然后其实山本五十六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国力实在差距太大，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的对抗就一样的道理。中国是它的经济体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地缘政治资源，
各个领域双方差距非常的大，不是一般的大。你说我手上随便都能拿出10把枪出来，你说何况他们国务院，他们这个财政部，你说有多少招出来？所以实力相差悬殊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你跳得再高，你没有实力有什么用？观点：美国应该联合西方国家立刻制裁所有中共高官及其家属，冻结他们所有的财产，不掐脖子，中共还要蹦跶，垂死挣扎，非常正确。他就是这样，我跟你讲，中共就是典型的这种阿 Q， 叫什么？一掐脖子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他们就典型的这种特点，你非得掐住他的脖子不行，所以不能够，所以在对待中国的这个判断的时候，就是还要克服2个问题。第一个，对中共实力的高估，这高估不是一般的高估，是非常大的高估，就是不是高估10%、20%、30%甚至50%，不是这个级别的高估，是高估了10倍。为什么？中共吹牛没底线，就被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低估了他们的决心，他是有1分的实力，要打出10分的决心来，所以经常在中西对抗的过程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中方还是会占上风，这怎么可能呢？双方实力相差这么多，为什么可以中方占上风呢？至少打个平手，经常打个平手。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决心不够，西方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决心不够，老是手鼠两端，自己没办法统一思想啊。没办法统一思想的后果是什么？没办法统一思想，你就没有下决心，下不了这个决心，下不了这个决心，你当然没有尽全力就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2个问题啊。观点：港人威武，今天看到涨了300%，老泪纵横。观点：不同意王老师说制裁议员是留有余地打一下胳膊，是他们根本就是制裁给国内的屁民看，给大家一个自嗨的素材。他们根本就很清楚，制裁美国多高的官都是一个笑话，就是一个臭屁。OK， 也可以这么说吧，没问题。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其实差不多啊。观点 ：CCP 今天制裁美国11人，我认为只会导致一件事情，让国会议员彻底明白 CCP 完全不思悔改。OK， 观点：这就是这样，仅仅制裁美国的议员，但我认为川普仍然会加大制裁力度，下一步应该会在金融方面采取措施，港元与美元脱钩指日可待。就是说，我讲了很多遍啊，在川普总统的桌子上摆满了制裁的工具，就看川普总统决心有多大。我随便都可以拿2样，都够他们喝一壶的了，随便拿2样啊。就没办法啊。提问：中共这样在香港大抓捕，是不是铁了心跟美国作对？中共不是现在铁了心跟美国作对，中共在诞生的第1天开始就铁了心跟美国作对的了。他的使命，中共的初心是什么？中共的初心就从他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要做一件事情，把红旗插遍全球。把红旗插遍全球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学院讲得很清楚啊，最后才解放自己，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最大的障碍是谁？美国啊，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啊，资本主义啊，那就肯定要消灭美国。所以跟美国对抗这件事情，中共从来没改变过。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从小在中国长大，我从小的受的教育是什么？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中国从来没改变过这句话。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最终的敌人，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所以他不是现在说要铁了心跟美国作对，他就一直要跟美国作对。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是个策略性的调整。我们革命事业遇到了挫折，我们撤吧，我们去别的地方去，用别的方法来，这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长征逃跑，跑到从江西跑到陕西、陕北，这是什么？战略性的撤退，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什么？把我们的旗帜收起来，把我们的意图藏起来，不告诉你，我先把我们的饭吃饱了再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你从现在来看，改革开放就是一个策略性的撤退，最终我还是要搞公有制的，最终还要搞社会主义的，最终我还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所以中共在这件事情从来没放弃过他们的初心和目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好说的啊，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大家不要误判，西方国家就是严重的误判。过去20年、30年、40年，对中共的意图，其实不是中国啊，中共的意图一直在误判，被误导，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美国对中国误判的这个战略判断，把它纠正过来。这是一个川普总统在他任上对美国最大的贡献之一。其他贡献我不说，我先说这一条。这一条我是非常的肯定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当然，川普总统帮助他做这件事做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蓬佩奥。蓬佩奥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正确。川普总统也因为有蓬佩奥这个左膀右臂，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对中国的战略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啊。至于他决策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肯定美国已经离开了原有的战略误判，现在已经对中国没有战略误判，这件事情已经改过来了啊。观点：最荣耀的罪名一叛国罪，在纳粹法庭上，法官宣布以叛国罪判处马克尼姆死刑。马克尼姆站起来做最后陈述，所有德国人都知道天快亮了，只有你们还是坚守黑暗。1945年5月2日，纳粹投降的前一晚，年仅21岁的马克尼姆在柏林一栋楼房废墟上被德军枪杀。按照他的遗愿，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着：当你的祖国被独裁者所统治，叛国罪是对你最荣耀的判决。非常棒。问题，王老师，香港会不会有可能大罢工？我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在用这个 Telegram 其中有一个就是它的保密性比较好。其实这个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在抓什么呢？在抓这个香港抵抗运动的幕后的组织者，他一直抓不到的原因，其实香港很多的活动大部分都是自发的，都不是有组织者，有一些有组织者，比如说七大游行啊，这都是有组织者，既定的组织者啊。但是很多时候是没有组织者，特别是勇武者的行动是没有组织者，就是大家一说，哎，我们就干点什么。然后这个 Telegram 呢，它的保密性比较好，所以呢，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政府开始渗透，对这个进行渗透，就是组织这件事情，组织这个反抗的一个大规模的活动，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也很难知道啊。观点：香港这个地方民智开化，信息畅通，新闻自由，藏富于民，全球大咖云集，中共的任何手段落到香港，基本的效果就是自取其辱，自毁长城。抓了黎先生不是正好让人求人得人吗？不是更提高了黎先生的知名度和自由斗士的伟大形象吗？这个话说的不好听，他的目的也并不是说我要你来抓我，也不是啊。
它是一种精神，我们讲它是一种精神。那么它不离开，我保持这种精神，保持这种气节，是一个这个意思。那你说这个效果，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效果当然是会提高，只不过黎智英的知名度已经够高了，真的已经够高了啊。观点：中共港共的蛮横行动愚蠢至极，这是给蓬佩奥在意识形态上联合所有民主国家提供最有力的支持，非常正确。提问：为什么英国一直没有实质行动？需要等到什么时候什么条件才行动？撕毁中英联合声明直接打脸的是英国，英国其实已经行动起来了啊。他第一个行动当然是给香港人这个 BNO 的居英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行动，不要小看这个行动，这个行动非常厉害。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它等于是在掏空香港，就你不是要摧毁它吗？好，摧毁它，我把香港人接来，香港人你可以回到英国来。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他有道义责任呐，你是中共打来了，那我就提供一个你退路啊，这是有意义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些香港人跑到英国去，把钱带走，把人才带走，把关系带走，那香港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这对香港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所以其实英国是有采取行动啊，然后就是英国现在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越来越密切啊，越来越密切。我相信下一步美国要是在香港采取任何行动，我觉得他都会跟英国在一起做，因为英国太了解香港，你想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就是两个核心成员，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五眼联盟是基于英美之间的关系才形成一个五眼联盟，所以你可以看五眼联盟这个声明就是个最后通牒。我已经告诉你哈，已经讲过了哈，但是后面你要是再不听，那我们采取行动那就不客气了，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事。所以我认为英国是在积极行动啊。提问：老师觉得用国安法抓的人会不会送回大陆受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国安法有规定，某个情况下他可以送回大陆审啊。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送回大陆审，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尽快来打他嘛，除了这个以外没别的，是吧？观点：中共改变不了他们在大陆的惯性，对香港打压会沿用大陆的方式。然而不同的是，在香港的行为是捂不住的，而且必然会招来国际社会的强烈同情和反弹。观点：中共改变不了他们，这个已经说过了。观点：1年前还在国内的时候，接受的信息都是香港的青年是暴徒，在国外以后，天天听王老师的节目，现在再看香港青年以及那些坚持正义的人，觉得他们才是我们的希望，为今天抓捕痛心疾首。突然想起中学时的那篇闻一多的文章中，无耻啊无耻，这是某集团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观点：不懂那些在香港生孩子、买奶粉、打疫苗、买保险、听香港歌、看香港电影的人，反过来骂港独废青，他们没有思想吗？没有想过香港为什么会成为这么美好文明、这么繁荣、经济这么昌盛的国家城市？中国人需要反思，需要学习真正的逻辑思维。中国人需要什么？需要打破一个枷锁，这个枷锁就是信息控制。要打破信息控制，你才能够获得其他的信息。这个信息控制不仅仅是中共对他的限制，还包括他自己对自己的限制。所以要打破这个信息控制的枷锁啊！提问：王先生好，我几个小时前在 WeChat 上面发了 CCP 抓人的消息，有朋友说黎是汉奸卖国贼，之后我在网上确实看到有港人在庆祝的视频，我感到很疑惑，是因为有人经常被洗脑吗？请教王先生。有啊，香港有很多蓝丝啊，有中共的爪牙，这个很正常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啊。你想一下，香港
特区政府也好，中共也好，在香港经营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他的基本群众？当然也有。基本群众多吗？非常多，也是数以百万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意外的啊，一点都不意外。提问看得很痛心，怎么能怎样？我很悲观。王老师真的认为香港还有希望吗？需要王老师给大家一点希望，一点挺下去的正能量。在香港，在美国，在5月28号至5月27、5月29号之前，我对香港是非常悲观的，因为能改变香港这个局面的这个力量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改变香港目前的这个局面。什么局面？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它面对的是中共这独裁政权，以中国大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香港700万人口能不能抵抗得了？一定抵抗不了，力量悬殊太大，这是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香港的抗争基本上是以卵击石以卵击石。但是就算是以卵击石，我也会坚定的站在鸡蛋这一边。但是毫无疑问，我觉得那是非常绝望的一件事情，因为力量悬殊打不赢呢，所以我一直劝能走就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5月29号，川普总统宣布发表一个演讲，5分钟的演讲，也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对中共宣战，要开始进行对抗。这件事情从哪里开始？从香港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为香港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开始介入香港事务，虽然中间有很多波折非常多的波折。我想我至少说过3次，非常有情绪化的批评川普总统。我认为川普总统无所作为，特别是最近那一次，我批评的最严厉但是呢，川普总统真的出手了就对香港高官跟对中国高官开始出手制裁。我认为这件事情正在对香港来说对香港市民来说，对香港的抗争者来说，这件事情越来越朝着对他们有正面影响的方向发展，就是以美国为首你看现在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美国，然后再有个核心是什么？五眼联盟。五眼联盟再往外是整个西方集团，包括日本包括其他国家，欧洲欧盟等等其他国家。所以其实在这个中西对抗的这个格局形成的过程当中，香港这个局势会随着这个对抗这局势这个天平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个特别是你看五眼联盟这个声明，8月9号的声明，这个声明正说明什么？说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为核心的这个五眼联盟这个国家开始介入这个香港事务。当他们开始介入，不仅仅是发表一个声明他们现在不仅仅是你看这个声明不仅仅是一个声明，这是后面就是行动。所以当他们行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中共的实力都是虚张声势，真的要打起来一下就打垮，就是会打垮的。他们的政策会被，不是这个国家打垮，是他们的政策很快会被打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2点。第一，我们要保持希望，要鼓励香港的抗争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提供一些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支持，包括我们在推特上转发包括我们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等等，就是大家一定要做一点，哪怕是非常细小的事情，做一点就好，一定要去做一点，好吗？情况我发现还是和王老师的粉丝们聊天更有共同语言和共鸣。是的我们都是同温层观点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以为自己的力量小，聚沙成塔，动手指订阅一下苹果日报也是反共，莫说丧气话，反共
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非常好，这说的情况。今天台湾金门有从厦门游过来，声称要投奔自由的陆籍男子。OK， 观点今天特地看了李登辉的介绍，中共污蔑人的能力太强了，非常正确。还有2条，我一定要把它读完啊，大家不用再写了，我后面读完这个，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吗？观点：美国左派媒体这几个月来对香港并没有很多关注，这次苹果日报的事件总算有些报道，毕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次完全的打击，请大家到推特呼吁各美国媒体的关注。 OK， 观点：美国政府在这场较量中的行为大概应理解为类似于一套系统编程操作，需要精密计算，效率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因为在深层之中有国际资本利益的掣肘，面对的对手也很强大，不那么容易。历史上并不总是正义战胜邪恶，守规矩的往往败于不守规矩的，要十分谨慎才行，但不必着急，谋之愈发之锐，会胜利的。 OK， 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鼓励。提问：美国有那么多技术公司，像数据库提供者甲骨文、电脑系统供应商微软，还有放天上卫星的马斯克等等，美国有能力推强吗？有的话为什么不推呢？这比出兵成本低多了。问得好。好，明谢季坚光，谢谢。黎智英说，童年时代我身无分文来到香港，我获得的一切都应该感谢香港这块自由的土地，因此我有必要回馈香港的自由，是这样的。谢谢啊。Mel Rose Y， 谢谢。 Kiki， 谢谢，请先生喝杯清茶，静等川老爷子出大招。 Kiki， 谢谢。美西踢5毛，辛苦，为美西上杯茶。好的，谢谢。Cran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再提醒大家，哪怕些微事情多做一点，大家尽量的能做多少做多少，为香港出一份力。谢谢大家，谢谢。